末日降临，洪水来袭，城市变成了一片汪洋，无数人死于非命。我重生回到了末日来临的3天前。上一世，我被最信赖的2个朋友嘎掉，生命在巨大的痛苦中一点点流逝。弥留之际，我听到这对兄妹的声音：“哥，今天我们有肉吃了。”好在空间也随着我一起穿越回来了，要不是有这个空间，或许都活不过末世的第1年。这一世都要看看，没了我的空间，你们还能活多久？虽然很想立刻去找2人报仇，但现在更重要的是去囤生存物资。天灾还有3天就要到了，要准备的东西有很多。至于那兄妹2人，就让他们在即将到来的末世里苦苦挣扎。那比干脆的嘎他们有趣多了。看了下自己余额还有100万，随即便来到了最大的农贸批发市场。在天灾中，哪怕你什么都没有，但只要有足够的米和水，就能一直活下去。一顿忙活下来，空荡荡的空间内已经塞满了各种生存必要的物资。随后又来到了酒店里，将肚子都填饱，又打包了各种美食放到空间里。因为空间里的时间是静止的，不会存在食物过期的问题，所以我也不能在空间里待超过1小时的时间，超过的话会被空间强行剔除。折腾了1天的我累得不行，终于有时间休息一下。就这时，手机收到了一条消息：楠，我搬到了婴儿的对门，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。诚挚邀请你明晚来801做客，我烧几个菜庆祝一下。白文斌，就是上一世嘎掉我的兄妹，直接删除好友，然后拉黑。你们都把我杀了，还请我去吃乔迁饭，脸呢？狗东西，早晚吃你的断头饭。等了好久也不见安南回复，发现自己已经被删除了好友，于是赶紧给表妹打电话。婴儿，安南把我拉黑了，你打听一下怎么回事？拉黑？为什么呀？不知道，所以让你帮我问问嘛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个安南真讨厌，不就是家里有几个臭钱，赚什么呀？长得漂亮是不假，但那冷冰冰的样子哪里好看了？想是这么想，但钱婴儿还是老老实实的拿起手机给安南发了信息：亲爱的楠，你在做什么呀？看来是帮姓白的打探消息来了，真是兄妹情深啊！我毫不客气的把他也拽进黑名单，还亲爱的，恶不恶心？把兄妹俩都拉进黑名单后，感觉手机都干净了不少，懒得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，好戏在后面呢。忙了1天，躺在了久违又舒适的床上，构思起明天的安排。最重要的还是安全问题。末日一旦降临，既要承受天灾的危险，还要防范疯狂的同类。那些平日里和和气气的邻居，随着生存物资的日渐贫瘠，渐渐被激发出人性中的恶，弱小的只能被欺辱。第2天，找了家做高利贷的公司，贷了300万，我声称借1周，可以直接打给他们600万一欠条，反正末日了不用还钱。对方负责人眼睛都亮了，压了安南的房本，爽快的打了款，然后找了家装修公司，订了防爆玻璃和防爆装甲门。这一世，谁也别想闯进我家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安南奔往大型户外用品超市，买到了潜水服和潜水装备、冲锋舟和橡皮艇。钱婴儿在发现自己也被拉黑之后，于是急忙到楼上去找到安南。楠，你怎么把我和表哥拉黑了？想拉就拉，你有意见？楠，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你是不是嫌我表哥太烦了？他太丑了，我不喜欢跟丑八怪走得太近。还有你也很丑。第2天，窗外已经下起了小雨，上一世就是从今天开始下的雨，殊不知这场小雨就会转变成特大暴雨，席卷全球，成为末日的开端。趁着雨量不大的时候，我打算去囤点药品和武器。正所谓邻居囤粮我囤枪，邻居就是我粮仓。虽然买不到枪支，但是电锯却是能合法购买到威力最大的武器，还买一些扳手、改锥等一些工具，收入空间。来到药店，我买了些退烧药、消炎药、碘伏等日常必备药品，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一并收进了空间。忙活完这些，我打算回家，刚走到楼下，就看见白文斌站在单元门口，碰见他了，真晦气。楠，为什么突然把我拉黑了？婴儿说你骂我们是丑八怪，咱们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没有误会，我就是单纯的觉得你们丑。楠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希望你给我个机会，哪怕只是做朋友。我累了，你要是还有话想说，明天中午12点，换城区的槐树餐厅，咱们边吃边聊。白文斌闻言大喜，槐树餐厅可是有名的情侣餐厅，乐去吧。换城区地势最低，看你明天被困在洪水里，还能不能乐得出来。安南不再理会陷入美梦的白文斌，回到家，安南给自己弄了顿火锅，一边吃一边刷朋友圈。今天下的这场雨，拯救了在酷暑中奔波的打工人。连续1个月的38度高温，居然一下子降到了28度，雨太小了，好期待能再下大点，多下几天就更好了。这场雨确实会下很久，不过到时候估计这大哥就不会期待了。转眼间就来到第2天，之前淅淅沥沥的小雨已经停了，此时已经黑云压城，城市瞬间陷入一片黑暗。来了，跟上一世一模一样，先是漆黑一片，再过一会暴雨就会降临，逐渐淹没城市。宽城区槐树餐厅，白文斌得意洋洋地等待着安南的到来。拉黑我没关系，等吃完这顿饭还不是要加回来，等下就把这东西倒进他的饮品里。白文斌美滋滋地畅想起来。闪电划过，惊雷乍起，瓢泼大雨倾盆而下，天仿佛被撕裂了个口子。白文斌吓了一跳，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？已经到了约定的时间，安南没有出现，白文斌的心里涌起一丝不安。为了自己的计划能够成功，他只能耐心地等下去。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，餐厅里突然发生了一阵骚动，白文斌心里一惊，看向窗外，
只见马路上的积水已经没过了行人的腰，一些小型车辆甚至已经飘了起来。来到餐厅外，看着马路上乱成一团，这才知道自己被耍了，脚下一滑，跌入水中。而此刻的安南正在家里看着电视剧，吃着热气腾腾的大餐。灵光一闪，有了一个新的主意。江北区地势较高的地方有一个新建的商场，开业时间刚好是明天，现在商品应该都已经全部上架了，今晚可以过去零元购了。资本家的羊毛不薅白不薅，与其泡烂在水里，还不如便宜自己。另一边的白文斌在水里扑腾了好大一会儿，恰巧一个皮艇从白文斌眼前路过。大哥救救我，带我一程。不行啊，老弟，再加一个人太沉了，我划不动啊。给你1000块。不是钱的事，主要我看你长得跟我有缘，老弟你能明白吗？一边说，一边利索地掏出收款码。回到家，钱英儿看到白文斌狼狈的样子，皱起了眉头。文斌哥，你没事吧？这个贱人居然放我鸽子！既然他这么不识好歹，我们就给他点厉害瞧瞧。你想怎么做？他不是清高吗？那就找2个混混陪他好好玩玩。白文斌听到这，露出了一个恶毒的笑容。时间来到了半夜12点，安南驾驶着冲锋舟准时出发。暴雨已经淹没了一层，原本半小时的路程，安南开了1个多小时才抵达新商场。因为这边的地势高的原因，水才淹到大腿。他从空间里掏出破窗器，成功进入内部。突然，商场的报警系统响了起来，随着砰的一声，商场的电力和监控系统瞬间瘫痪。跟他料想的一样，商场里的商品已经全部上架了。大手一挥，就把商场里有用的东西全部吸入空间里。最后来到商场老板的私人办公室，2个保险柜呈现在眼前，保险柜里肯定装着好东西。安南上前把保险柜打开一看，一把乌兹冲锋枪。大老板，你真行啊，这得多没安全感，办公室里都要藏枪。安南一边咂舌，一边把这枪和半箱子的子弹都收进空间。感谢大佬的馈赠，收到了冲锋枪的安南顿感如天意。另一个保险柜里装的都是翡翠、黄金，也一并收入空间。神奇的事发生了，感受到脑海里的空间竟然变大了，而且在一片空地里出现了一栋2层的别墅。原来吸收翡翠和黄金会使空间变大。将商场搜刮一空之后，安南来到了楼顶，发现楼顶居然还有一个停机坪，只不过停机坪上此时空空如也。这要是真有架直升机，那该有多好！遇到地震、海啸啥的，可以直接飞天上去避难。正遗憾间，突然瞥见远处的一辆装甲车，安南不可思议地瞪大双眼，这车主真牛啊！不光有直升飞机、停机坪，还能把车弄到楼顶来。安南走上前去，看到车门可以打开，发现钥匙就在车里，迅速把装甲车收进空间。再次感谢大佬的馈赠，安南驾驶着冲锋舟回到小区，已经凌晨3点半了。此时水位已经上涨到了2楼。翌日清晨，一架直升机无惧暴雨，稳稳地降落在一栋高楼的楼顶。里面的男人愣愣地看着空无一物的天台。车呢？进入商场，震惊地发现眼前一片空荡荡。商场里的东西呢？心里顿时涌起不好的预感。来到办公室，呆呆地看着空无一物的箱子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回过神来。老板，您要的东西不见了，还有楼顶的装甲车也不见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，整个商场都空了。整座城市都被水淹了。出行只能靠小船，谁这么大能力，一夜之间搬空了整个商场？查，好的，老板。枫林一景小区，安南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。每一栋楼里都上演着2楼的住户们求助楼上的场景。各位邻居帮帮忙，借我们个落脚的地方吧。看到2楼住户的窘境，3楼的住户也紧张起来，不住的祈祷：这雨可快停吧，千万不要漫到我家来。不过现实会让他们失望。安南记得上一世一直淹到了6楼，雨才停下来。几天下来，水位已达9米，积水淹没了3楼。救援队恰巧路过这里。小伙子，这雨什么时候能停啊？不会淹到我家来吧？我看网上说全世界都在下暴雨，是不是末日来了？你有没有什么官方的消息？能不能送点吃的？我家的食物快要吃光了。先给我家送，我家孩子每天都需要喝新鲜的牛奶。还有我家老人不吃大米，你给我送点粗粮过来。外面到底什么情况？你有没有多余的皮划艇？分给我们几条。一群人七嘴八舌的越说越激动。我真的不知道，雨下的太突然，我们单位也被水淹了，我老婆被水冲走了，也都还没找到。我们每天在外面救人，好几天没睡觉了。众人听后沉默下来，一股紧张压抑的气氛四散开来。又过了2天，积水已经淹到了5楼，小日子已经被海水倒灌，彻底沉没。顽强的电力系统终于再也坚持不住，防空警报突然响起，仿佛城市最后的悲鸣。开始了末世新纪元。此后，蔚蓝星将陷入最混乱的时代。钱婴儿、白文斌兄妹俩把所有的食物整合到一起，发现只剩1碗米和2袋方便面了。文斌哥，这样下去我们坚持不了几天了。要不去找安南帮忙，他喜欢研究美食，家里向来都有很多存粮。可是他之前那么对你，就算他对我有什么意见，好歹相识一场，总不至于在这种时候见死不救吧？你说的对，而且积水再涨下去就快到我们楼层了，咱不如直接住进他家，14楼多安全。2人商议后便上楼来到了安南家门口。南，我是婴儿。刚打开门，钱婴儿和白文斌看到安南手里的冻鱼后，心里一紧。南，你这是正在做饭吗？
二人开心不已。果然，他这种美食爱好者家里多的是存粮。楠，我们家断粮了，想来跟你借点吃的。或者让我们借住一段时间也可以，我可以承包所有家务。安南看着面前言辞恳切的白文斌和可怜兮兮的钱婴儿，不由冷笑。上一世你们嘎我的时候，可不是这样的表情。你们想住进来吗？但是你们得交点租金。两人一愣，相识一场，救个急还要收费，家里条件那么好，怎么还做捞女？我们手里没有现金，你说个价，等网络信号恢复了，我立刻给你转账。那不行，万一你们赖账怎么办？怎么会呢？我们这么多年同学了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不过我家吃的也不多了，你们非要借宿，就得交点粮食。楠，我们没有粮食了，要是有东西吃，怎么还会来找你帮忙？你们有啊，每人让我嘎一只手，我就让你们进来。你们不知道吗？我最爱吃卤猪蹄了，你们的蹄子白白嫩嫩的，焯水后加点调料，一定很可口。看着他们仓皇逃窜的背影，安南没有追赶，他才不会就这么嘎了他们，不过是吓唬兄妹俩。在末世一无所有的活着才是最痛苦的。这个贱人是不是疯了？居然敢拿冻鱼砍我们！这不知好歹的贱人，必须好好的教训一下。好邻居，你们家有吃的吗？老婆子我饿了2天了，我的2个娃娃都饿瘦了。你家那是什么娃娃？2个30多岁的壮汉娃娃。膀大腰圆的，想要吃的不会自己游出去找，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找来的东西，凭什么分给你们？你管我娃娃多少岁？多少岁都是我的宝。水那么深，我娃娃下水遇到危险怎么办？见没人理他，只好念念有词的回了家。第二天夜里，2个男人鬼鬼祟祟的敲安南家的门，正是刘老太家的2个儿子。表哥，你这招离间计用的真是妙啊，让刘大、刘二去教训安南再好不过了。门打开以后，只见安南正站在门口定定的看着他们。小姑娘，别出声，乖乖让我们进屋。安南面不改色的看着他们，从空间掏出冲锋枪，瞧不起女人，敢来打我的主意。安南可不会手软，在毫无道德法律约束的末世，你留他一命，就等于给自己埋下一颗不定时炸弹，哪天怎么嘎的都不知道。于是干脆利落的解决了他们。窝在楼道里的低楼层住户看到这一幕后都被吓得不轻，但是也给他们打开了新思路。非常时期，丢门撬锁也是条生路啊。刘家兄弟被嘎掉以后，他家只剩一个孤寡老太太，众人商量一番，就打上了刘老太的主意。于是硬生生的闯进了刘老太家，将她摆了出去。社会秩序开始逐渐的紊乱，安南打算出去寻找些翡翠来提升空间的容量。空间里的食物足够他吃一辈子了，既然空间能升级，当然要把它升到最高级。总觉得这空间的妙用还有待开发。上一世纪的宽城区那边举办了一个赌石大会，暴雨来临的时候，活动还没有结束。那些翡翠原石肯定还有很多在广场没被买走。到达目的地后，穿戴好潜水装备下水，来到了赌石广场。安南平时对翡翠没什么研究，于是就把全部的原石直接收进空间。内部翡翠成色好的，空间会扩大很多；成色不好的，空间变化就很小。吸收完这些原石之后，空间的面积变得越来越大，小别墅已经变成了豪华庄园。安南下水久了也有些脱力，回到船上休息一下，便准备去其他地方逛逛。就在这时，前方驶来2条冲锋舟，大概7、8个人的样子。安南立刻谨慎起来。小妹妹，能在这里相遇就是缘分，要不要交个朋友？跟你做朋友有什么好处？小妹妹，做人可不能这么功利呀。怎么，你们不功利？不想要我的冲锋舟？大哥，跟他废什么话？小妞，识相点，把所有东西都留下，我们就放你走。要是我不呢？那就把你的命也留下。说罢，他们掏出武器，驾驶着冲锋舟向安南撞来。安南冷笑一声，从空间掏出了冲锋枪，果断扣个扳机，连给他们反应的时间都没有。这群人留着也是祸害，那我就提前结束你们的末世之旅。水面很快恢复了平静，仿佛这群人没有出现过。安南驾驶冲锋舟向宽城区更深处驶去，开了2个小时，只见一望无际的洪水中出现了一座大厦，孤零零的屹立在水面上。安南慢慢靠过去，来到了大厦的内部，一切都整整齐齐的，仿佛还是天灾前的样子。安南将各种物品等全部收入囊中，主打一个雁过拔毛。突然听到传来很多嘈杂的脚步声，安南心中一惊，有人来了。为了避免再一次引起不必要的冲突，安南直接闪身进入空间，只要在空间里待一会，就能跟他们错开。真奇了怪了，这边人迹罕至的，连个鸟都没有，怎么东西全都不见了？会不会有人比我们先到这里，把物资都拿走了？谁那么好，不光食物，连其他东西都带走了？会不会是集团把东西都转移了？你这个蠢货，还说这边物资丰厚，烧了那么多油，把船开到这边，一无所获。我以为宽城区这边没有人来呢。算了，反正咱在中关区也找到不少东西，这事也不怪他。谁能想到集团把东西全都转移走了？一伙人争论了几句，垂头丧气，骂骂咧咧的走了。空间里的安南算着时间差不多了，准备出去看看，闪身出空间，看来人已经走了，这才放心的逛了起来。转眼间，大厦已经被扫荡一空，从大厦出来，驾驶着冲锋舟回家。不料刚前进没多久，突然看见前方有2只游在水里的羊，这地方怎么会有羊？他看着2只羊游泳的方向，突然眼前一亮。宽城区再往外就是城郊，那里有一座山，
这座山是完全没有被开发过的野山，想必山上一定还有其他的动物。很快抵达城外的山上，来到山上，他才惊讶地发现这里居然有一群羊。安南惊喜不已，从空间掏出一把弓箭，准备抓羊。一顿忙活下来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当即决定今晚不回去了。从空间掏出装甲车，就打算从车里过夜了。这些羊处理完，已经是4天后了。于是第4天下午，安南决定回家。在回去的路上，看着人们利用各种水上交通工具在寻找物资，有2拨人为了争夺水上漂浮的食品还吵了起来。这是我先看到的。这是你先看到的又能怎样？先到先得的道理不懂吗？你是不是故意找事？小心我收拾你！那我就先收拾了你。随后2拨人便吵了起来。这种事情在末世会越来越常见的，越往后会愈演愈烈。安南回到家里，突然听到楼梯间突然传来一阵敲盆的声音。邻居们开会，1302集合。安南想了想，没有出门。1302的孙鹏组织楼里的人开会，讨论生存的出路。除了14楼的安南和15楼的赵平安母子，人都到齐了。今天再不吃东西，我们真的要饿死了。哪还有东西啊？水面上的那些写字楼都已经被搜空了。我家的皮带都已经被吃光了。孙鹏先是默不作声地看着人们讨论，等人群安静下来，他才开始说话。你们发没发现，15楼和14楼几乎没出去寻找过食物，14楼的安南就出来过一次，15楼的母子更是一次都没有出过门。他们家里的存粮一定非常多，多到不用出门找。他们太过分了，我们都要饿死了，他们家里还有很多食物。我们应该去找他们分物资，都是邻居，怎么能这么自私的独享食物呢？但是14楼是那个女魔头啊。说到这里，人群安静了片刻，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了被嘎掉的刘家兄弟。要不我们先去15楼看看吧。柿子当然要捡软的捏。孙鹏最先走到1501门前，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敲门。你好，赵平安在家吗？我是咱们单元的单元长，想找你谈谈。不好意思，不方便开门，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说吧。是这样的，邻居们家里都没有食物了，想来给你借点粮食。抱歉，我帮不了你们，我家吃的也不多了。身为末日迷的赵平安，深谙末世生存法则，圣母不得善终，所以他压根没打算把自己的粮食拿出来分享。你骗人，你们母子就没出过门，家里一定有很多吃的。对呀，有吃的藏着掖着做什么？拿出来大家一起分享啊！你们娘俩好恶毒，想眼睁睁看着我们全部饿死。众人越说越起劲，有的人情绪激动，直接冲到前头，大力踹门。救命！快来救我！门上通电了。白文斌见状，赶紧用手里的木质拖把棍将人拨开。剩下的众人一时间都不敢再上前。这时有2个人上前，手里拿着绝缘斧子，叮叮当当的砸了起来。哎呦我去，我不发威，你们这帮憨憨拿我不识数啊！随后门上突然露出一个孔洞，一缕浓烟飘了出来。众人见状赶紧撤离，有的反应慢的已经被呛倒在地了。安南躺在床上，听着外面的热闹，楼道里又是喊电门的，又是喊毒烟的，他在家里也明白了个大概，不禁感叹这家伙还真是个人才。碰了一鼻子灰的邻居们又重新回到了孙鹏家，屋子里的气氛十分压抑。躲在角落里的钱婴儿眼底闪过一丝狠辣，突然说道：邻居们，要不我们去14楼找安南吧？上次我见到安南的时候，他手里还拿着冻鱼呢。人们眼中立刻金光大盛，垂涎欲滴，仿佛已经喝到了热气腾腾的鱼肉汤。他说的对，我们去14楼。去14楼吃鱼肉。人群沸腾起来，一时间众人谁也不愿意往前走，打头阵。一群人喊了半天口号，硬是没走出孙鹏的家门。14楼还是要去的，再找不到食物，我们全都要饿死。但今天大家确实都辛苦了，很多人都受了伤，我们先回家休息，好好养精蓄锐。我制定一个方案出来，让咱谁也不吃亏。明天早上大家再一起去14楼分粮。众人闻言纷纷同意。当夜，安南听到门外有窸窸窣窣的声音，顿时眉头一紧，又有不长眼的跑来溜门撬锁了。他迅速打开门，外面没有人，只有一个纸条落了下来：明早全员上门抢粮。安南看着字条，突然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，顿时眼前一亮，这是上一世给他传信的那个人。那时候我也收到过一张这样的字条，当时纸条上写着提防2兄妹，只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这一世居然又来提醒他。有了之前的经验，这一次他重视起来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这一天早晚会来的。第二天清晨，楼里的众人早早的聚在了孙鹏家。邻居们，昨晚我研究出了一套方案，供大家参考。经历过昨天的事情，大家谁都不愿意再冲在前面，但如果大家都止步不前，所有人只能等着被饿死。1402的存粮一定非常丰厚，我提议咱们按照出力程度来分粮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众人闻言纷纷同意。孙队长的计划很合理，我愿意打头阵，冲进1402，打倒自私自利的女魔头。看着斗志昂扬的众人，孙鹏心中十分满，目的就是让这群蠢货冲在前面，他才不会打什么头阵，等着坐收渔翁之利。钱婴儿站在人群中，看出了孙鹏内心的真实想法，谨慎地拽住白文斌：文斌哥，这孙队长没安好心。咱们就说在最后，直接等着分物资。随即一群人冲到14楼，来到安南的家门口。这是什么门？看起来还蛮高档。管他什么高档门，
直接砸。不行啊，这是防爆门，打不开的。既然门砸不开，那墙呢？众人一听，眼睛一亮。光想着从门进，差点忘了还可以破坏墙壁。门再坚固，你家的墙总不至于是铜墙铁壁吧？众人瞬间干劲十足，举起锤子准备砸墙。这时，他们期盼已久的门突然从里面打开了，一道少女的身影出现。众人还没有来得及反应，有的人就已经发出了惨叫。只见安南手里还举着一个电锯，最靠前的几个人瞬间被他嘎掉。电锯嘎人狂，电锯嘎人狂啊！眼见打头的几个直接被夺了性命，让他们完全丧失了战斗力，疯狂的往家跑。一群仗势欺人的孬种不堪一击。回到家中的安南刚清理完，一阵敲门声突然从外面传来。这群人有完没完了？实在不行，全嘎掉的了。他气势汹汹地掏出冲锋枪走到门口，却听到外面传来一道男声：“安小姐，打扰了，我是住在你楼上的赵平安。”安南听到是赵平安，于是便收起枪，打开门：“有事吗？”“是这样的，咱们之前在小区里见过面，末世降临之前，我买了不少的蔬菜种子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突然有些紧张起来。“我的意思是，我母亲种出不少新鲜蔬菜，可以送给你一些。”这是什么意思？天灾之下，还有邻居主动分享食物的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不太需要。赵平安愣了一下，就算他的物资不少，但这些新鲜的蔬菜，他没理由拒绝呀。不行，不能就这么放弃向偶像示好的机会。需要我帮你把门通电吗？安南一愣，他到底想干啥？又是送菜，又是改门的，总不会是看上我了吧？赵平安打量着安南的神色，知道他肯定是误会什么了。偶像，我没有恶意，就是想交你这个朋友。现在世道不好，咱们多个朋友多条路嘛。偶像，原来这个末日迷士看上了自己的武力值，跑来交好了。你帮我改装店门，需要什么报酬？不用报酬，我闲着也是闲着，免费帮你弄。我用食物作为报酬吧，你想要大米还是零食？真的不用了，我做这个东西也不费什么劲。如果不用就算了，我只接受等价交换。那就零食吧。二人达成一致后，赵平安就开始忙活起来，而安南则是去给赵平安准备零食去了。几分钟后，赵平安已经将门改造好了，并且也将门上装了个孔洞。偶像，以后如果有需要帮忙的，记得叫我。赵平安兴高采烈地离开了。安南试了试改装后的门，果然好用。以后再有不长眼的，先电一波，然后直接扫射，门都不用出了，挺好。洛安山半山别墅区，顾总，所有的物资都转移好了。还有之前您让我调查的商场失窃案有眉目了？说说看。这是在商场斜对面的一栋楼里找到的监控，角度问题没有拍到正脸，但这是唯一能调出来的监控了。随后一个驾驶着冲锋舟的身影出现在画面里，看身形和头发还是个女人。只见她3两下就闯进了商场，没想到的是2个多小时后她是空着手出来的，直接驾驶着冲锋舟离开了。老板，我检查了监控没有剪辑过，那天晚上确实只有这个女人进入过商场。他自己都觉得自己说的离谱，那晚只有他进去过，走的时候明明空着手，商场里面的东西却都不见了。这件事先这样，如果是他拿走的冲锋枪，总会有使用的一天，到时候再跟进。好的，老板。泰宇集团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他们小尤总对末日之说嗤之以鼻，扬言洪水很快就会过去，这些日子一直在家里开 party， 生活没受什么影响。不过我去泰宇大厦看了一眼，那里的东西全部被转移了，估计尤家表面上不动声色，私下里也做好了囤积物资的准备。知道了，做最坏的准备吧。是，一切都安排好，你就不用过来了，先放个长假吧。他知道顾总的意思，如果这真的是世界末日，那他也不用再上什么班了。你自己家安顿的怎么样了？都已经安顿好了，谢谢顾总。风铃一紧，801白文斌手里拿着剪刀，抓着钱英的头发。表哥不要这样，我这头发是黄志焕的首席理发师给我设计的。都什么时候了还发型？赶紧把这恶心的一坨剪掉！你是想把王哥恶心跑，然后把自己彻底饿死？明天见了王哥，嘴要甜一点，别白费力气，尽可能多的拿吃的回来。知道了。安南正在家美美的吃着火锅，却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安小姐，你在吗？安南本来不想理，却突然想到了什么。他思考片刻，打开门。你怎么了？安小姐，打扰了，我是住你楼下1301的楚佩佩，你家里有没有抗生素？有的话可不可以借我一些？我知道贸然求药有些唐突，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只能来求你救命。我为什么要把药借给你？对不起，确实是我唐突了。求助的话没必要再说，对方不帮忙，他也没有办法。人各有命，或许自己这一生注定只顾一次。等等，正当他要走的时候，安南却突然叫住了他。安南拿出一张纸条，这个是你贴在我门上的吗？我之前确实在你门上贴过一张纸条，里面是什么内容？提醒你有人要来你家抢粮。其实安南心中有些猜到是他，否则今天也不会给他开门。那个上一世也曾提醒过他的纸条侠，感谢你当时的提醒。你都需要什么药？我需要抗生素、猴孢、阿奇霉素等，什么都可以。你懂用药？我是医生，一些基本的用药我还是懂的。你在这里稍等。随后，安南从空间取了一袋子抗生素和一桶5升装的饮用水。好人做到底，总不能让他用洪水喝药吧？谢谢你，如果我能有幸活下来，一定好好报答你。
快回去吃药吧。刚才给楚佩佩拿药的时候，他突然想到，也许空间里的草坪可以另有他用呢。于是来到庄园，如果能够在庄园开辟一片草药田，成功种植中草药，那么以后就能实现中药自由了。越想越觉得可行，安南干劲满满的开始铲草翻地。1小时的时间怎么总是过得这么快？安南正干得起劲，就被踢出了空间。一口吃不成个胖子，慢慢来吧。就这样过了1周。这天，安南刚从空间出来，躺在床上休息，突然听到门被敲响。他来到门前，透过射击孔向外看，发现居然是白文斌和钱英儿。这两兄妹还真是阴魂不散啊！这一次，安南不打算手软，掏出冲锋枪就要射击。安南，你别误会，我们这次不是来借粮的，而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是啊，南，你开门，我们见到你爸爸了。安南脑海里浮现出安心叶那张阴郁的脸，他可不再是什么爸爸了。想到他背叛母亲，将他赶出家门，见死不救，安南心中又涌起一阵怒火。正在安南愣神的时候，一股浓烈的迷雾顺着射击孔飘了进来，安南不小心吸入了一些，顿时感觉有些头晕目眩，意识越来越模糊，用最后一丝力气打开门上的通电机关，然后就晕了过去。文斌哥，咱们趁他还晕着，抓紧把他带出来。对，王哥还等着，我们要抓紧了，药已经没有了，等他醒了咱就麻烦了。钱婴儿心急，一马当先的冲在前面，但是他的手刚一触碰到门，就被连上了电。白文斌愣了片刻，才反应过来，表妹这是触电了，于是找来根木棍将钱婴儿救下。婴儿，你怎么样？钱婴儿紧闭着双眼，没有反应。当务之急还是赶紧进去，先控制住安南，等会安南醒了就麻烦了。说完，白文斌就找了个锤子准备砸墙，突然身后传来一道呵斥声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看清来人，原来是13楼的那个楚佩佩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喊什么喊？你砸安小姐的门，就跟我有关系。我警告你，少管闲事，否则我连你一起收拾。楚佩佩不再废话，掏出一把家常剔骨刀，跟白文斌扭打到一起。就在白文斌占据上风的时候，门突然打开，他赶忙回头看去，看到安南的身影渐渐出现，撒腿就跑。安南是被外面的打斗声吵醒的。安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身体好了没？怎么出来了？我好了，还出去找物资了，找到很多饼干，想着给你也送一点尝尝。我不缺这些东西，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。我知道你暂时不缺食物，但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我也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，条件有限，希望你不要嫌弃。这女人还真是坚强，今天要不是有楚佩佩拖住白文斌，还真容易被她钻了空子。你在这里稍微等下，我也有东西给你。一回头才看见坐在自家门前的钱英儿，美女，大美女，这娘们又在搞什么鬼？美女，没我美，我最美。安南转头问身后的楚佩佩，她这是咋了？不知道，我来的时候就看见他哥要砸墙，而他就像傻了一样，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。钱婴儿突然站了起来，向安南冲来。你是安南，我认识你，你是贱人。安南听着他叫他贱人，怒从心起，揪起钱婴儿的衣领子，直接甩了他一巴掌。给我喷药是吧？砸我家墙是吧？还敢在这辱骂我？安南左右开弓，在钱婴儿的脸上狂扇。楚佩佩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，不一会，钱婴儿就被打得晕了过去，脸更是肿成了猪头。我看他后脑有血，估计是撞到了脑袋，磕傻了。我来的时候就他们兄妹2个人，这都能受伤。我门上有电，他应该是被电晕后摔倒的。还真是恶人自有天收，跑到别人家里害人，反而把自己害成了傻子。他那个哥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在小区里做着青楼老鸨勾当，之前一直出卖妹妹的身体换取食物，现在更是直接撇下他自己跑了。出卖身体，上一世可没有这档子事，没想到离开我，这两兄妹沦落到这个地步。天灾不过才2个月，一个变成了老鸨，一个变成了傻子。你先在这里帮我看着他，我进屋取点东西。好的。安南给楚佩佩拿了一箱的物资，今天谢谢你了，快回去休息吧。不，我怎么还能再要你的东西呢？收着吧，别废话了，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。安小姐，真的谢谢你。楚佩佩手里拿着物资，眼睛湿润。安南薅着钱婴儿的头发，打算把人给白文斌送回去。他记得上一世兄妹俩是一起住在802的。白文斌，开门，你把妹妹落在我家了。见没人回应，安南不再废话，直接将门踹开。白文斌趴在床边，听着外面的声音瑟瑟发抖。白文斌在哪呢？别躲了，出来吧，不想看看你妹妹怎么样了吗？完了，什么都完了。很快，安南来到了卧室里面。白文斌，找到你了哟。白文斌这一瞬间只觉得魂儿都吓没了。安南将他一把薅起来，二话不说就在他的脸上狂扇。安南扇了他30几个巴掌，看他的脸也肿成了猪头，才满意的停手。把兄妹俩摆在一起，一对红猪，不分你我，然后在他们的家里扫荡一番，全部收缴，半点东西都不给骗子兄妹留，主打一个家徒四壁，然后大摇大摆的离开。过了半晌，白文斌醒了过来，查看钱婴儿的情况。婴儿，安南走了，你醒醒。帅哥你好。婴儿，你清醒点，安南已经走了。安南那个贱人。婴儿，你清醒了。帅哥你好呀，帅哥。白文斌无奈叹息，查看起家里的情况，惊讶的发现什么东西都没了。来到客厅也是空空如也。这个安南心真的是太狠了，
他无比的后悔，今天干嘛要去招惹那个姑奶奶？贪心不足蛇吞象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悔死了。白文斌抱着肿胀的头，一边感慨，一边瘫坐在地上。这可怎么办？家里空空如也，什么也都没有了。就在这时，白文斌灵机一动，对了，王哥，我还有王哥，让表妹再去陪陪王哥，一定能换到一些物资的。他起身来到钱英的身边，看着一直傻笑的钱英，别傻笑了，跟我出去一趟。另一边，安南来到了楚佩佩家。安南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个给你，我刚刚抄家得到的。安南把从白文斌家里搜刮来的食物递给了他。楚佩佩还以为安南是有什么事情来家找他，没想到居然又是给自己送东西。安南，你之前已经帮了我很多了，我不能再白要你的东西了。不是白送，你是一名医生，想必你的能力不错吧？这些东西就当是预付的诊金，以后我若有需要就医的时候，就麻烦你了。你若是有需要我的地方，不用这些东西，我也会义不容辞的帮你的。我看末日降临你失去老公以后，求生意识还算强烈，想必是有一定要去做的事情吧？就你现在这个状况，恐怕很难达成目的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楚佩佩被安南说中心事，鼻子一酸。谢谢你，安南，我会坚强的走下去。希望你永远都用不着我的医术，但如果你真的有需要我的那一天，就是天上下刀子，我也会赶去救你。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回家了。安南不是圣母，但她也不是只懂得杀戮的女魔头。楚佩佩这个人不贪心，懂得感恩，还是个医生，与一个人品不错的医生交好，肯定是没什么坏处的。